一個人的命運啊，當然要靠自我奮鬥，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。48支队大老遠跑來踢世界杯，可淘汰赛只留32个位子，啥意思？今儿晚上这几场一踢完，得有整整16支队打包行李回家。那是哪16个？这事儿算得明明白白。我借了一个叫 Opta 的网站，专门拿数据算晋级概率，算得准。就看他进32强那一列，最上头28支全是100%。历史的进程已经替他们写好了结局，靠的是过去2礼拜的自我奋斗。这些队要么小组前2直接出线，要麼是已經鎖定的小組第3躺平進。最底下12支0%鐵定回家，11個是各自小組的倒數第1，還有一個是烏拉圭，他是小組第3，不是墊底，可只有2分，排不進前8，照樣死。注意啊，真有個組的倒數第1，烏茲別克斯坦，反倒不在這12裡頭。他那組今晚還沒踢，理論上還吊着口氣。咱最後單說他，中間這8支才是今晚的主角，16減12，還差4個回家名額。就從這8支裡出，他們恰好卡在自我奮鬥和歷史的進程中間。進32強就2條道，要麼小組前2直接進，進不了前2就當小組第3，去搶12個第3裡最好的8個。當第3名的門檻就2字，4分。拿到4分鐵進，卡在3分的就得拼淨勝球，一線生死。記住這條，下面全好懂。咱從最容易的一個一個往下數，你會發現就一個，常常就埋一個。頭一個難度最低的奧地利，晉級概率86%，自我奮鬥稍微使把勁，歷史的進程早替他把路鋪平了。今晚踢阿爾及利亞3種結果，贏了升到6分，跟阿根廷小組前2直接進，誰也動不了。哪怕阿根廷陰溝翻船輸給約旦，阿根廷還保6分，前2照樣是這倆，平了4分，而且是穩穩的小組第2，不是第3。為啥？能跟他打平分的只有他的對手阿爾及利亞，可倆人淨勝球，奧地利0，阿爾及利亞-2，奧地利高排第2，阿爾及利亞才是那個第3。所以平局，奧地利直接以第2出現，壓根兒不用去摻和最佳第3那灘渾水。只有輸了才調回3分，變小組第3，這才把命交出去。而且還分2種，只輸1個球，3分淨勝-1，進球還剩3個，這進球數是命根子。他跟韓國一樣，3分一樣淨勝-1，可韓國進球才2個，他3個同分同淨勝比進球，他壓過韓國，還排在韓國前頭，活着但不保險。要是輸2個球以上，淨勝掉到-2，甚至更差，直接滑到韓國後面。基本就涼了。一句話，贏或平鐵進，小負還掉着，大負才真出局。全場最舒服的位置，第2個伊朗85%，自己已經奮鬥完，使不上勁了，全看歷史的進程。好在歷史這會兒8成5戰他這邊，他球踢完了3分，在所有第3名裡排第6，前面5個鎖死，後面韓國、蘇格蘭都比他差，又都踢完動不了，威脅不到他。他怕的只有今晚冒出比他強的新第3，而比他強的只有4分的第3。所以伊朗只有在今晚3組同時各冒出一個4分第3時，才會被擠出去。也就是阿爾及利亞和奧地利踢平，剛果金贏，加納又沒拿下克羅地亞，這3件事一塊砸中，只要有一件沒成，他就穩，基本安全。可他自己一根手指頭都幫不上忙了。第3個克羅地亞84%，還得自己奮鬥，別輸。可歷史留給他的餘地比奧地利小一截。莫德里奇的格子軍團今晚踢加納贏了，6分前2直接進，平了4分小組第3，4分第3鐵進也穩。可一旦輸了，掉回3分，這就是他跟奧地利的差距。奧地利輸1個球還能靠進球數掛着，克羅地亞一輸基本就死，因為他輸了淨勝球至少掉到-2，而前面塞內加爾、伊朗、韓國3個3分第3都比他強，又都定死了，他那-2排不進最後的名額。所以他命門就一個字，別輸。第4個阿爾及利亞75%，一樣得自己奮鬥。可這一仗更難，歷史也不肯多搭把手。馬赫雷斯的阿爾及利亞對手正是奧地利，同一場球，贏了6分，跟阿根廷前2直接進，平了4分第3鐵進。可一旦輸了就是死透，沒有任何復活餘地。這點得算給你看，他輸了是3分，最好情況淨勝-3，進球2個。可最佳第3那8個位置，前4個被4分第3占了，第5個塞內加爾，第6、第7個是伊朗和韓國，這倆在已經踢完的組裡也凍死了，既爬不上去也掉不下來，牢牢排在前面，就剩最後第8個位子，他還得跟克羅地亞搶。
可克羅地亞就算當第3，也是3分，进球3個，比他2個多，把这最後一個也占了。所以阿爾及利亞一輸，怎麼算都是第9名，往後鐵定出局。那他為啥概率比克羅地亞還低？因為他對手是同樣要拼命的奧地利，這場最焦着，最難拿分。克羅地亞打的加納相對好踢，自我奮鬥的難度，他這一檔最大。哎，覺得老馬這麼算還挺帶勁的，順手點個訂閱，第一次看球，接着往下，越來越極限。第5個剛果金42%，得玩命奮鬥，非贏不可。歷史這回基本不打手。非洲的豹子剛果金現在才1分，唯一的活路，今晚必須贏烏茲別克斯坦。贏了任何比分，1分變4分，4分必3鐵進，不看任何別的結果。平了2分出局，輸了還是1分出局。他追不上哥倫比亞、葡萄牙，進不了前2，第3名是唯一的路。而這條路只有贏這一個開關，那42%基本就是他贏球的概率。一錘子買賣。第6個韓國29%。場上的奮鬥已經使不上了，只能等歷史眷顧。可歷史這回才2成9向着他。孫興敏的韓國球踢完了，3分淨勝負1，進球就2個，卡的第7剛好在線上。但是最後一個舒服位，他要進就得今晚冒出來的3個新第3名裡，最多只有1個排在前面，只要2個或更多比他強，他就被擠出去。他最盼3個軟結果：奧地利贏剛果金，別贏加納贏克羅地亞。最乾淨的活路，剛果金沒贏，加上克羅地亞輸球，這倆一成，不管阿爾及利亞和奧地利怎麼踢，韓國都進。他的死穴還是那進球2個，同樣3分，同樣淨勝負1。奧地利、克羅地亞1比進球就壓他一頭，而且這裡頭全是零和的味兒。剛才就剛果金要他贏，就克羅地亞要他別輸，這倆真成了，韓國就被埋。歷史就這麼殘酷，就一個埋一個。第7個蘇格蘭0.05%，自己徹底奮鬥不動了，只求歷史精確的給他開個後門。他球踢完了，手裡3分，淨勝負3，進球就1個，被巴西0-3洗過，是這幾個3分隊裡最慘的。他名義上還扒在第8那最後一個位子邊上，可前面7個第3名個比他穩，他半點忙幫不上。今晚3組的第3名得分毫不差的全掉他後頭才行。具體說，阿爾及利亞和奧地利那組，奧地利得贏阿爾及利亞2個球以上，把阿爾及利亞净勝球砸到-4以下，還得阿根廷別輸給約旦。剛果金那組，剛果金千萬別贏，他一贏就是4分第3，反手就把蘇格蘭壓死，所以得踢平，或者烏茲別克只小贏1到3個。加納那組，加納得贏克羅地亞3個球以上，把克羅地亞也砸到-4以下，還得英格蘭別輸給巴拿馬。這一串精確的意外全湊齊，蘇格蘭才撿到那第8個座，0.05%。買彩票中頭獎，號碼還得一位不差。最後一個最難的烏茲別克斯坦0.02%，自我奮鬥拉到極限，歷史還得極限眷顧，缺一不可。他手裡0分，淨勝負7，全場墊底，2頭都得拉滿。先說奮鬥，今晚他得至少5-0血洗剛果金，把-7的净勝球追到-2，贏4個，只到-3還不夠，6-0更穩。這樣他3分，淨勝-2才能壓過同樣落敗掉到-2的克羅地亞。分數淨勝都一樣，就以進球他灌得多占上風。再說歷史，同時還得奧地利贏阿爾及利亞，踢平就完。阿爾及利亞會變4分第3，把他的位子占了，還得克羅地亞輸給加納。克羅地亞平或贏都會冒出個4分第3檔道，他搶的是最後第8個座，對手是落敗的阿爾及利亞、克羅地亞還有蘇格蘭，不是韓國。一個5-0加奧地利贏加克羅地亞輸，3樣全砸中才湊出那0.02%。你看這一整列就是條命運的光譜，頂上28個歷史替他們定了，往下奧地利、克羅地亞、阿爾及利亞還能靠自己拼一把，剛果金得玩命，再往下伊朗、韓國拼不動了。只能等歷史到了蘇格蘭、烏茲別克，得求歷史精準開後門。今晚6場球，8支隊搶4把椅子，前4個基本坐穩，真正撕到最後的是剛果金和韓國那1-2個空位。臨了，老馬說句公道話，能擠進這48強廝殺，本身就已經很了不起了。多少隊連這張牌桌都坐不上來。當然，這話咱中國隊聽了可能不樂意，人家根本沒拿這32強當回事兒，正忙着籌備下一屆，直接奔着冠軍去了。你別笑啊，純理論上講，下屆世界杯咱也不是沒有奪冠的可能性。理論上至少也得是下屆的事兒。一個隊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，
但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。幾個鐘頭後，這張表上的數字全得变成0或者100，你丫谁能擠进去？評論區告訴老馬，覺得有用，點個訂閱，點個讚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